很多人以为只要会用 AI， 工作效率呢就会变得更高。但是我很直接告诉你一个事实，你现在用 AI 方式呢，正在让它变得越来越平庸。这不是因为 AI 不够聪明，而是你一开始就把它给用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与 AI 的互动还停留在最原始的问答阶段。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答案。这就像你把一个顶级的商业顾问当成一本只会说话的字典在用，无形中呢在浪费了他巨大的资源和巨大的能力。真正 AI 高手呢，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问问题而已了。他们现在在做的呢，是给 AI 立规则、定标准。他们会把 AI 变成从一个被动的回答者呢，训练成一个主动而且能自我检查、自我优化的智能系统。今天这一支视频呢，我将跟你分享一套我和我团队正在用，而且能让 AI 产出的质量直接帮你提升10倍以上的独家心法分享给你。我把它称之为评估者框架的 Elevators Frameworks。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编程或者 AI 技术，而是一种商业管理思维在 AI 应用上的一些技巧。掌握了它呢，你就能把 AI 变成你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嗨，大家好，我是 Terry。在商业上最大的风险不是做错事，而是你还在用着旧的规则呢来玩一场全新的游戏。别人在研究怎么赢，而顶尖的玩家呢在研究规则本身。这个频道就是带你看懂并利用这个时代的新规则，来帮你摆脱低效的忙碌，建立一个呢真正能够为你赚钱的系统。订阅我的频道，点赞我的视频，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能让你提升思维的内容。在进入评估者框架的 Elevators Framework 的主要核心之前呢，我们必须先快速复习一下我在之前影片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过的关键技巧，也就是一个合格的 prompts 必须具备的基础架构。为了方便大家有更深的记忆，我把它总结为指令的5个要素。这5个要素呢，是你和 AI 沟通的基础。第一 ，role 角色。你是希望 AI 扮演谁，扮演什么角色？很多老板和领导者呢，在给 AI 下指令的时候呢，是很模糊的，只说帮我写个文案。其实 AI 不知道你写的是要给小学生看，还是要给投资者看，还是要给买家看。所以呢，在商业场景下呢，你要说的是，你是一个拥有15年经验的首席战略官，擅长跨国企业的市场分析。定义了角色，就是定义了他调取知识的深度和专业度了。第二 ，task 任务，你要他具体做些什么？指令必须清楚。你是要他分析数据呢，或者是做总结、做 summary， 或者是帮你写 email， 还是要他帮你翻译合同？任务越具体给 AI， 它的答案呢就越准确。第三 ，format 格式。你是要他用什么样形式或者用什么样格式交付成果和答案给你呢？你可以要求他请用 Markdown 表格的形式来列出，或者是呢帮你写成包含3个核心重点的商业 memo 或者备忘录。第四 context 也就是情景，这是大多数人可能忽略的。AI 呢它不会读心术，所以它不知道你的声音的背景，你产品的卖点是什么。现在市场环境又是如何？你面临的具体痛点又在哪里？情景呢，就是给 AI 的大脑装上你公司业务的背景，它才可以根据背景给你具体的方案。第五 ，reference 参考的资料，有没有一些可以模仿的案例，或者是可以模仿的 sample？ 这是呢提升效果最快的一招。如果你希望 AI 写出的文案呢符合你品牌的调性，你就不要用形容词去描述，而是直接把过去成功的案例复制粘贴给他，然后呢告诉他请参考这个案例的语气和逻辑结构来帮我产出内容。这5个要素很重要，它能保证 AI 听懂你的话，让你拿到一个60分到70分及格的答案。但是听懂还不够。作为商业企业家、领导者、老板们，我们要的是90分或者以上的结果。我们要让 AI 从听懂到进化到优秀，就是需要给它装上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核心，也就是这个框架的第6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元素，我们叫做评估标准 （Evaluation Criteria）。
什么是评估标准呢？简单的来说啊，就是你在给指令的时候，提前告诉 AI 你将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它的工作是好还是坏。这就像你给你下属布置任务一样，普通老板说你去写一个市场报告给我，但是高明的老板就会说你去写一个市场报告，注意我要这份报告是去说服投资者的，所以我会从3个角度来评估你的报告。第一，就是数据是不是全面的，引用的数据必须是最近半年的。还有呢，第二，结论是不是可以执行的，给我至少3个具体可以落地的方案。第三呢，表达要很专业，排版必须很清晰，重点的数据要加粗，让人呢能一眼就看懂核心的结论。请你以这方面拿到满分的标准来完成这份报告。当你这样子跟你员工讲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你觉得这2种方式哪一种的报告质量更高呢？给 AI 评估标准等于给它生成过程植入一个质量的检查员，就好像你安装了一个 Quality Controller 在里面，它在生成每一个字的时候啊，都会跟着你的标准来进行自我审查和优化。好，讲完了理论，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商业实战的场景。假设我要让 AI 帮我分析一份我竞争对手的财务报表，普通人呢提问也许只会用我前面所说的5个要素的基础框架，就是角色是扮演一个资深的财务分析师，任务呢是帮我分析这份财务报表，总结它的亮点和风险，格式呢要用重点列表的形式来呈现。至于场景呢，我是这家公司的 CEO， 需要快速了解公司的情况。至于参考呢，这是我们自己上一季的财报，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业务。这个 prompt 指令有问题吗？没问题，很标准，但是你只会得到一份还是不错、中规中矩的分析。好，现在我们看一下高手的提问，如何给它加上一个大脑，也就是给 AI 加上评估的标准。来，我们来看，比如角色，我会跟他讲，扮演一个顶级的商业战略顾问，具备敏锐的财务洞察能力。至于任务呢，我会跟他讲，深入的分析这份财务报告，并根据分析为我提出3个有攻击性的战略反击的措施。至于格式呢，我会让他用一份专业的商业报告的形式来呈现。情景呢，我会告诉他，我的公司呢和竞争对手是在同一个赛道上，目前呢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能打破僵局，超越财报数字本身的深度洞察。参考资料呢，我会给他我们上一季的财报。那关键来了，最后呢要加上评估的标准。我会告诉他，请注意，我将以下3个标准来评估你的回答。第一，有没有看得更加的深入？有没有看到数字背后的业务逻辑？如果你只是列述数据，我是不会接受的。第二，你给我的战略建议是不是有创意，而且能不能真正的执行落地？如果通用的建议，比如降低成本，我是不会接受的。第三，表达有没有说服力？你的报告呢是否够专业？能不能够呢直接拿给董事会看？请以在这3项上拿到满分为目标，来生成你的答案。当你下达这样的指令， AI 就不再是一个只是会算数的财务分析师了，它会变成一个带着 KPI 追求卓越，成为你一个真正的战略合伙人。它会为了满足你的标准，去挖掘数据之间的联系，去思考更具有战略性的建议。它给你的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和 summary， 而是呢给你一个真正能够帮你打战的战略蓝图。这就是工具和系统的差别。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支视频的内容。如果你只想用好 AI， 给它指令最基础的5个要素：角色、任务、格式、情景，还有参考，这些呢就能够让你拿到及格的答案。但是如果你要拿到更高分、更能落地，想让 AI 真正赋能你的生意，那你就必须加上第6个要素：评估标准。所以请记住，普通人把 AI 当成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所以他们得到的是答案，
而高手呢，把 AI 当成一个达成目标的系统，所以高手得到的是结果。所以从今天起，忘掉那一种随意问问题的模式。我希望你可以立刻打开你的 AI 工具，找一个你工作上最常做、需要最高质量产出的任务，比如写一份营销策划、分析一堆客户的反馈，或者构思一个新的项目。然后用我们今天所学的5+1框架，特别是加上最关键的评估标准，去向 AI 下达一次指令，去亲身体验一下，当你真正开始给 AI 立规矩之后，它会回馈给你怎么样的一个全新、一个惊喜的一个新高度。如果你觉得这一个评估者框架对你有所启发，你一定要点一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Terry，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